这是重达5000斤的巨型钢斧，听说它可以轻易毁掉任何东西。老大认为山上的巨石可以扛住一击，而老二选择用防弹玻璃挑战它。谁的工具可以对抗巨斧，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第一个回合，乔治准备了50块混凝土石板，启动开关，巨斧缓缓落下。混凝土石板就像巧克力一样，被他一分为二。老大选择用100瓶汽水挑战，摆放的整整齐齐，不知道结果会怎样。巨斧落下的瞬间，汽水瓶分崩离析，直接变成了回收站的垃圾。老二拿来了10个灭火器，巨斧再次降落，碰撞后的烟雾弥漫了整片空地，灭火器也被全部砸碎。这一次，乔治要用结实的轮胎一试，果断拆掉了汽车的3个轱辘，巨斧从天而降，2个轱辘牺牲的很彻底，最后一个还有点藕断丝连，但是乔治一点也不担心。老二这次的是50个喷漆罐，鲜艳的色彩会和巨斧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一幅斩断花花世界，飞溅的颜料混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漂亮的油画。喷漆罐也算死得其所了。老大买了6个不锈钢铁锅，非常厚实，能不能扛住巨斧的重击呢？新锅变成了破烂，除了不能再煮饭，还能卖点钱。乔治好像想到了好办法，他找到了一种特别硬的木头，一颗有点不保险，那20颗应该没问题吧？用巨斧砍木头属实有点大材小用，但是乔治却有意外之喜，劈好的木柴可以回家炖肉吃了。巨斧的威力不可估量，但是他们也准备了更厉害的工具，到底能不能对抗巨斧呢？老大搬来了坚硬的保险柜，但是在巨斧的压力下，还是变成了碎渣渣。老二找来一架废弃的钢琴，巨斧再次落下，木质的钢琴也变成了烧火棍，估计1年也烧不完了。乔治拆掉一块家里的墙壁，红砖实心特别结实，能不能对抗巨斧呢？砍在中间丝滑顺溜，这样的墙壁还是不行。老大还是选择用保险柜，这次他在里面塞满了木头，当巨斧落下时，连同木头一起被全部砸飞。老二已经等不及了，他把5块防弹玻璃放在斧下，不但很结实，还有弹性。巨斧缓缓落下，轻易就把5块防弹玻璃砸到变形，最后一层也被穿透。巨斧的重力比想象中厉害，老大准备使用山上的巨石，他好不容易从山上拉下来，希望不要让他失望。结果出乎意料，坚硬的巨石也没能扛住一击。这巨斧从来没见过，也没有人可以估计它的压力，难道就没有东西可以扛住一击吗？这是一把连雷神都害怕的巨型钢斧，它的威力可以轻易毁灭任何东西。老大认为重达1000斤的橡皮球可以扛住一击，而老二要用2吨的小汽车挑战它。谁的工具可以扛住巨斧的重击呢？老大抬来装满水的铁桶，加厚不锈钢材质，它能坚持几秒呢？水花飞溅，不锈钢水桶被拦腰斩断。老二的工具是木质的染料钢，几十年都没有用坏，它能扛住一击吗？巨斧缓缓落下，几十年的木头也被瓦解，连同外面的铁皮一起变成了废品。乔治买了10个结实的篮球，头层牛皮很有弹性，或许可以对抗巨斧。头层的牛皮一分为2，篮球也变成了乔治的帽子。老大找到一个废弃的灭火器，体积很大，可以以1比10，再次启动开关，烟雾弥漫了整片空地，灭火器彻底报废。老二拿来一根实心的棒球棍，不堪一击，棒球棍牺牲的无所雕位。那3颗实心的保龄球呢？它的材质坚硬无比，当遇到巨斧就像巧克力豆一样，整齐划一的被切开一半。乔治买了一块巨型雪糕，漂亮的颜色，口感一定很好。当遇到巨斧会不会手下留情呢？还没来得及嗦上一口，大雪糕就变成了碎冰冰。别着急，雪糕不行就换冰箱。显然是他想多了，冰箱碎得更爽快，七零八落，卖破烂都没人要。老二拉来一辆在58同城上买的2手车，他能扛住巨斧吗？小汽车直接变成了废铁，拉去废品站还能挽回点损失。乔治拆下一个卡车的轮胎，结实的橡胶可以抵抗巨斧吗？只切开了一半的轮胎，看来一定的弹性还是会起到作用。那重达1000斤的橡皮球或许可行，它的弹力无法估量，仅仅一根就能让你屁股开花。很期待遇到巨斧会发生什么。巨斧瞬间切断了100层皮筋，但是很快就被弹开了。
橡皮球金蝉脱壳，保留了里面完整的内心，但是他们并不打算放弃，再来一斧。橡皮球彻底牺牲，还没来得及弹跳就被切开了一半。这把巨斧连雷神都害怕，它的威力更是无法估量。难道就没有东西可以扛住一击吗？这是重达3吨的巨型钢锤，听说它可以轻易毁灭任何东西。老大要用火山上的黑曜石挑战它，而老二竟然找来了世界上最大的钉子。什么工具才能扛住这重重一锤呢？首先出场的是冰块中的巨无霸，大锤子从天而降，冰块瞬间变成了碎冰冰，连同卖冰块的小恐龙一起飞了出去。第二个工具是20瓶彩条喷雾，放在大锤子下面显得格外渺小。结果意料之中，被砸得连渣都没有剩下。老大搬来一块古老的木桩，他劈了1年都没有劈开，不知道遇到大锤子会发生什么。木桩变成了无数根烧火棍，他终于可以做个普通的木头了。这次实验的是积木拼成的正方体，硬塑料积木也被砸得稀巴烂，数量一块也没有少，只是换了一种形态。乔治卸掉一个车轱辘，刚换的新轮胎能不能扛住一锤呢？一锤下去直接变形，轮胎伤心的离开了新主人。老二将一个铁质的木桶装满水，然后放在锤子下面，相互接触的瞬间，绿色的液体变成了水蒸气，浇灌了整片空地。接下来上场的是硬塑料立方体，它的硬度堪比铜墙铁壁，不知道能不能接住大锤子。再硬的塑料也被大锤子击碎，砸得连渣渣都不剩。这一次是20瓶剃须膏，尽管是铁瓶的材质，还是被大锤子无情摧毁。剃须膏雪花四溅，洒得到处都是，就连安全小屋里也脏兮兮的。老二赶紧在58同城上找了个保洁过来清理。乔治准备了一把锋利的斧子，用锤子砸斧子会怎么样？当遇到3吨的压力时，手柄连同斧头一起被砸成了碎片。前所未见的大锤子破坏力不可估量，而重头戏还在后面呢。这一次老大准备了几十根球棍，特别结实。当大锤子缓缓降落时，几十根球棍几乎全军覆没，变成了一节一节的破烂。老二搬来一个大铁桶，在里面注满水，他要再看一次水花四溅的震撼场面。不负众望，这次的水花飞得更高，没有接触到地面，反而变成了漂亮的彩虹。这次的是4根金属钢管，大锤子急速降落，钢管弯的弯，飞的飞，完全不是对手。他们终于拿出了坚硬的黑曜石，它在火山上可以耐住高温，不知道遇到大锤子会怎样。坚硬的黑曜石4分5裂，变成了无数个黑色的小石头，它也没能扛住大锤子的重力。压轴的大钉子已经等不及了，把它放在锤子的正下方，会不会出现奇迹呢？一锤下去竟然砸偏了，没有关系，再来一次。钉子被锤直砸入地下，死得心服口服。3吨的大锤子破坏力十足，他们几乎找不到可以扛住的物品，难道就没有东西对抗它吗？男人把榔头变大了1000倍，据说破坏力可以砸碎任何东西。老大认为坚硬的保险箱可以扛住一锤，而老二要用防弹玻璃挑战它，谁的工具可以对抗巨锤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乔治准备了7颗篮球，牛皮材质非常结实，巨锤落下的瞬间，篮球变成了球柄，部分碎片或许还可以当帽子。老二捡来50个菜盘子，不用洗不用刷，巨锤让它碎成花，清脆爽滑，盘子几乎被砸成了粉末。老大的工具是一颗保龄球，沉甸甸的可以扛住巨锤吗？保龄球碎成了渣渣，高密度塑料也是不行。那实心的球瓶呢？10个为一组，准备迎接挑战。实木的球瓶被砸飞了出去，无一幸免，全部回归了本色。乔治异想天开，准备用小锤子对抗大锤子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，他会垂下留情吗？一点也没有心软，小锤子轻易被砸到变形。老二抱来2个大西瓜，用锤子开西瓜，你是有多奇葩？和预想的一样，西瓜变成了无数个小分子，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西瓜味。巨锤落下的速度和重量不可估计，他们只能来回尝试新工具，不知道保险箱和防弹玻璃能不能扛得住。老大这次的工具是装满水的铁桶，厚厚的铁皮加上水的重量，能不能接住一锤呢？铁桶变成了铁皮，水被强制成为了水蒸气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蒸发了。老二找到2个过期的灭火器，巨锤缓缓落下，
粉末被放大了无数倍，灭火器好像被砸飞了。这一次，乔治搬来了家里的马桶，突然有点舍不得。算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大锤子如期而至，马桶被砸得连渣都找不到。马桶不行，那冰箱呢？泡沫材质不堪一击，小冰箱被砸得扁扁的，就连20把椅子也不能幸免。他们很失望。老二把5块防弹玻璃放在下面，这么厚应该砸不穿吧？启动开关，巨锤再次落下。防弹玻璃连同下面的木桩全部破坏，完全抵挡不住。这个挑战也太难了，还不如去58同城上找份工作。老大搬来1000斤重的保险箱，它的寿命已经超过了100年，保了那么久都没有损坏。对抗大锤子会怎么样呢？ Come on！ 周围的框架很牢固，只有中间破了一个洞，还是没能全身而退。老二不服气，他找来祖传的铁针，这可是钢铁中的硬汉，几倍的铁匠都砸不穿。不知道遇到大锤子会发生什么。他竟然顶住了，4两拨千斤，铁针的硬度还真是名不虚传。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扛住巨锤呢？男人把破壁机放大了1000倍，听说它可以轻易粉碎任何东西。老大认为1万颗高尔夫球他肯定转不动，而老二要用铝制的大铁船挑战他，谁的工具能对抗破坏机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乔治找来一台正常的破壁机，一台有点不保险，那3台呢？破壁机对抗破坏机，谁才是破坏之王呢？不堪一击，破壁机瞬间变成了渣渣。那塑料的冲浪板呢？乔治决定再牺牲一次。接触到的地方均已粉碎，只是冲浪板太轻，他浮在上面拼命挣扎，但是加上旋转的速度，很快就被破坏机卷了进去，变成了初始的泡沫颗粒。老二准备了4个大西瓜，会不会变成西瓜汁呢？和预想的一样，连皮带子消失在了粉碎机的肚子里。老大的工具是500个网球，颗颗饱满坚硬，能不能扛住粉碎机呢？网球的弹性很好，几乎全都飞了起来，但是大部分还是被搅拌机损坏，不能全身而退。乔治要用沉重的保龄球一试，不但很硬还很结实，能不能在破坏机中幸存呢？看来是他想多了，搅拌粉碎变成了无数个小石子。老大找来一台破旧的冰箱，厚厚的铁皮或许会起到作用。破旧的冰箱变得更破了，剩下的铁皮或许可以卖点钱。这次测试的是几十根球棍，金属材质还挺结实。但是当遇到粉碎机，也只能提前回归了故土。破坏机的破坏力不可估量，他们准备把1万个高尔夫球全部放进去，数量居多，再加上体积很小，破坏机该如何应对呢？ 3, 2, 1, go！ 搅来搅去就像炒花生一样，小小的高尔夫球成为了漏网之鱼，厚厚的刀片根本划不到它。乔治认为这不算数，两者之间交不上手，也证明不了实力。老二只好从海上拉来一艘铝制的铁船，特别结实，用了几十年都没有损坏，能不能对抗破坏机呢？铁船几乎塞满了整个粉碎机，刀片运转起来也很困难，施展不开也不行啊。于是节目组把船身整体拉高，等机器转动起来再放手，这次应该可以了吧？铁船挡停了破坏机，但是船头却断了一大截，还是没能全身而退。这破坏机也太没人性了，难道就没有东西可以对抗它吗？